Hello，大家好，我是 DP。前几天呢，机缘巧合的做了一次 Grok 4.5的测试，然后整个测试的结果让我觉得挺惊喜的，因为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 Grok 4.5已经可以拿来干活了，所以我录一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做一下背景介绍吧。这个项目我拿来测试的是我在生产环境的一个个人项目，编号是068.11。然后这个项目是用 Codex 来处理的，然后我直接把它平移过来用 Grok 来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 RDE 我们用的是 Cursor，然后因为这个我演示的这个任务它是和UI 设计相关的，所以在这个项目中用到的模块分别是这个 HTML Design， 就是网页的相关设计稿，然后这边有一个 PHP App Root， 里面放的是 PHP SSR 的后台程序，然后这里的 SPI CMS 就是 CMS 的 SPI 程序，就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这三块。然后整个任务的运行方式在这边可以看到，我是用了一个纯 agent 的方式，没有用 plan， 就是减少了一些干扰。然后模型就是 Grok 4.5， 思考模式是 High， 这是一个基础的介绍。然后这个任务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任务，在我们程序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间输入框，然后在右侧会有一个悬浮的 icon， 点击以后就可以设置时间，对吧？然后我这个项目呢有深色和浅色主题，在浅色主题里它显示的 icon 是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深色主题里它显示的是这样，几乎看不清楚。这个任务是我的一个就是优先级不高的任务，所以我拿来做的这么一个测试。好，我把这个拖在这儿，我们来继续。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啊，这个任务这么简单，拿来做测试有说服力吗？我想说有。如果你只是单独的改一个 HTML 设计稿，它没有说服力。但是如果说落到我们这边有 HTML 设计稿，有 PHP 后端，有 SPI CMS 的程序，同时都涉及到这个的时候，它的整体上的控制力就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好，我们来具体看我到底做了什么。首先，我最开始给了它 SPI 程序的地址，并且说明了是在 SPI 深色主题下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我尝试引导它在全局解决这么个问题，告诉他我们有多处的使用。那我想让他去主动的去看到 HTML 设计稿、PHP 的后端以及 SPI。然后我也告诉他，希望他能一次性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不要让它扩大化。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测试喂给了他，就是关于颜色，然后在 Chrome 中的一个 HTML 结构，这是一个比较标准，但是也比较全面的一个输出。然后他用了2分33秒，反正非常的快，完成了一个思考。然后他思考以后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首先，他确认了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也给出了现有项目中的一些就是他找到的关联，然后他给了一个最小化的方案。其实到这里我有一点不开心的地方是，他没有主动去扩展到 PHP 的后端，但是我想我前面给了他 SPI CMS 的限制，如果他没有主动去扩展到 PHP 的后端，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然后他给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还说了，就是这块是思考的部分，就是说，在现有的代码里有这个相关的类似的修补方案，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功？这块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给了一些说明，大概是这样，然后给出了预期效果。到这里来说，我觉得中规中矩吧。然后第二轮对话就是他让我确认要不要动嘛，我就跟他说，可以照着这个方案执行，但是我说出了我的担心，我说我怕这个不太够，
但是我进行了截图，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截图，然后方便对比，如果有问题我再让他改，然后他就开始改了，1分钟改完，然后告诉我怎么验收，有没有什么问题。验收以后大概就看到的是这个页面，就是这个颜色，我觉得颜色是 OK 的，然后我就告诉他，颜色已经变成了白色，匹配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需要他处理的是，首先在 SPI 里面做成统一，就是它上面说的这个表格筛选和日期范围组件在哪呢？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他说了这个部分有定制化，这是他当时找到的这个状态。这一块是我们给他的任务，这一块是他在 SPI 里找到的衍生的内容，我觉得这是挺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他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尝试去找到这一块内容具体有哪些，因为我不想自己去翻。然后我的目标是在 SPI 里进行一个统一。然后我又显性的引导的他去看 PHP SSR 的后台，我觉得因为用的是相同的设计稿嘛，他应该也能一同找到并且改掉。然后这次他思考的时间比较长，用了4分06秒。首先完成了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哪里有这个东西。从这里开始就一开始是中规中矩，从这里开始就让我觉得，哎，他好像真的能干活。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他告诉我全局都修改完了，然后是这个地方有2处是通过 SVG 自定义的，其实就是说它的那个输入框里的这个东西不是用浏览器原生，是用 SVG 画上去的。然后他给出了一些说明，然后要不要统一做呢？他可能考虑到项目已经在运行或者已经部署的成本，他给了一个就是现在不统一，也是可以的。给了这么一个建议，然后 PHP 后台的相关的内容，它也就完全的都找出来了，并且它找到2处是完整的，一个是主的 CSS，一个是一个 Data Picker 里的，没有任何问题。那我给他的答复就很简单，首先 PHP 后台的你给我都改掉，我来人工测试。然后关于那个 SPI 中的 CMS 里的这2个我没有找到，其实我知道它在哪。但是因为我们在测试嘛，我不知道这个模型能力怎么样，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模型，我就告诉他我没有找到，然后我希望他给我一个指引，或者说把这个在某个页面上进行复现。然后下面他的这一步就有点打动我了，17秒，他明确的告诉我，我们不需要做临时的 demo，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组件预览页。其实我在发这一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们有组件预览页这个功能，我想让他自己告诉我有组件预览页。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考验，然后他通过了。然后为什么在业务页找不到？他也在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然后推荐的做法就是直接在我们的组件预览页上把这个东西给它展现出来。然后他告诉了我这2个东西分别在哪，然后给了一个推荐的做法。再然后他就说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给了一个方案让我确认。然后我这时候又装傻了，因为我们组件预览页就是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组件预览页的样子。OK， 这是我们的组件预览页，它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在这里又给了他一个算是小考题吧，我就告诉他方案可行，因为我读文字嘛。我觉得他给的这个方案不够具体，我想让他直接在 table 上增加一个更新时间链，一步到位。因为本来我们的组件预览就是，因为你要说你这个组件预览页上唯一的一个 table 你都没看见，那有点装傻过度了。所以我就让他在这个里面直接增加了一个更新时间，让这个 table 看的就是更像一个 demo， 是这么一个要求。然后其他的我就装了个傻，我说啊这个 CMS Data Ranger Input 这个我确实没找着，你给我指出一下，这个组件实在太多了。然后他呢就1分40秒把这个演示都加上了，然后改动就是说加上了一个在 table 的表头里增加了这个更新时间这一个列，然后怎么找这2个东西他也都告诉我了，这个顺序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没有滚到就让我去搜索或者什么，这就没啥了。然后到这里其实他还没有开始改，
只是告诉我怎么找到这个东西，然后我需要做的是确认这两个地方的内容看起来跟我们就是已经改好的这个全局差别大不大。然后我告诉他，其实看起来和全局差不多，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需要定制化大小的那种场景。所以我就让他说我已经本地有了版本控制，并且已经是干净的，让他切换到我们的默认的全局方案，把这两个地方如果有问题，我就直接 git 回滚用了这么一个方案，然后他就1分钟改完了，然后执行了哪些东西就都放在这儿，然后验收都弄完，然后最后就是所有的都修改完了。其实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对 SPI 的修改改完了，对 PHP APP 就是 PHP SSR 后台的修改也改完了。然后我让他做了一个review，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吧。首先，这个任务它真的很小，就是一个悬浮按钮的颜色。如果单独说用这个任务来判断 Grok 4.5 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任务不足够。但是这个任务放到这个项目，就是说有设计稿、有 PHP 后端、有 SPI 程序，并且这3处和这个内容强相关的情况下，那么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首先，我们让他改了 SPI，他也自己能主动找到，能识别到 SPI 有2处，一处是全局规则，一处是我们定制化的规则，对吧？然后因为我们限定了 SPI，它就没有扩展到 PHP 的后台。那我们又引导他去处理 PHP，告诉他 PHP 后台有相同的内容，他也找到了，并且完成了修改。然后在最后遗留的就是 SPI 里的2套不同的规则进行统一的任务也完成了，最后进行了一个 review。但是它没有涉及到 HTML 设计稿，是因为至始至终我们没有给他这个命令的权限，所以他没有主动的去扩展。所以我觉得在整体性上，就是真的给人一种很整的感觉。那么有一个很好的全局的掌控力，就代表他能干活，真的能拿来干活，推荐大家去试试。然后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 Grok 4.6 的信息，我觉得也可以有一些期待。也祝 Grok 越来越好，也祝大家的体验，就是 Grok 的体验也会很好。这就是这一期我在我真实生产环境项目尝试用 Grok 4.5 进行测试的一个视频分享。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